好，各位观众们好，我是阿伟。那衣服同一件，对，所以就是同一天拍的。那我们就来，上一次是讲 Decade， 这一次 The End 也不能缺席。那 The End 变身者就是我们的海东大树。那他的 The End Driver 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毕竟他是小偷，所以对偷来的。所以他的那个这一把变身器呢，并不是他本人的原本的变身，就是他不是原本的变身者，他是偷来的，他是后面才偷来的这个变身器哦。那他的那出现呢也算蛮晚的，然后他的能力呢，就是他的能力 The End 的 Driver 跟 Decade 的 Driver 不一样。Decade Driver 是变身成历代的平成骑士嘛 ，The End 是召唤历代的副骑。历代平成骑士副骑用召唤的，不是亲自变身哦，是召唤，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反复插，然后造出更多的分身，你可以一次造个好几个，说明你能造个19个全部的平成副骑也可以的概念。那海东大树我其实讲的没有办法很多，因为它就是个副骑就代表它的故事就没有到非常深，而且我真的没有去了解。没有办法很了解 The End 的故事，所以我只能稍微草草带过一下 The End。那所以今天呢，不只会讲 The End， 我还会讲另一个骑士，是我们的平成的老大哥酷嘎。那我们就那酷嘎我就是真的也整草草带过。我先讲那酷嘎，我就是在下一次才会再更慎重的介绍，毕竟酷嘎我也是稍微有点了解，有点研究。而且平成的第10部 Decade 他也有 Decade 这部作品，他也有登场，虽然是不是五代雄介，是另一个，反正就是他有登场 ，Decade 酷嘎也有登场，所以我大概可以讲一下酷嘎这个骑士，至少比 The End 还了解。那 The End 的 The End Driver 就是的那个能力，我刚刚就说过了嘛，就是他的能力是召唤历代所有的平成副骑。那平成副骑，抱歉，我真的不熟。我平成副骑，我只知道 G3，然后那个叫 G3，龙骑、夜骑嘛，然后 Fight 是那个凯撒，然后 Blade 是我忘记，我只记得外形，然后名字忘了，然后 Hibiki 是微吹鬼，然后 Kabuto 是战锹，然后 Den-O 是灵神，然后 Kiva 是 Exa， 然后 Decade 是 The End。对，虽然我记得起来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忘记名字，但是我真的不熟。副骑我不熟啊，主骑我 OK， 主骑我绝大部分人还看过，我还有个主骑腰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稍微探讨一下 The End 它的变身方式。那它的变身方式呢，就是枪，它是枪来变身的，它不是以这种腰带的方式。对，虽然这种杂七杂八的变身方式都会发生在副骑身上，主骑士通常都是腰带啦，很少都是会用别的东西。算某个叫做 driver 的，没关系 ，driver 它还有一个腰带才能够驱动它的手肘。好，那我们来听听看它变身音效。那它怎么变呢？它不太一样，就是它是这样子，枪拿出来，这样，卡片放进去，拉出来，把枪朝天空发射，这样就变身了。听一下。変身。好，这就是 The End。那 The End 跟 Decade 的皮套设计的话，差不多。那长怎样的话呢？一样。等我不是 FRS， 对 FRS 的 Decade 入手之后，我再来跟大家谈。然后我先说一个蛮现实的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先认识 The End， 然后才认识 Decade 的。我是经过一个剧场版。那我必须承认，我比较喜欢 The End。我觉得它的外形，方正的外形，我还比较喜欢。我没有那么喜欢 Decade 啦，就是那种圆润的外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方正的外形，跟手机一样啊，不是。
那 The Endo 我也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在看《加速世界》，然后它的外形它的头跟它的那个盔甲长得真的有几分像 Black Vice。Black Vice 长怎样呢？就是一条一条一条，然后一条的，整都是全部的身体都是一条一条的样子。然后它的头真的 The Endo 的头跟那个 Black Vice 的头一模一样。真的，一模一样。我看过那个相似度是真的差不多，那个排列的方式真的很像，所以而且我真的很喜欢 Black Vice 啊，所以对我现在我当然是 The Endo 的感情多过于 Decade。当然腰带的可玩性、还有还原性、还有喜爱性 ，Decade 一定是占第一嘛。好，那就是 The Endo。The Endo 的介绍比较短，没关系，我补一个酷嘎的稍微的草率的介绍。那这次也是只有讲变身动作。那不会有那个生效下一集。然后酷嘎的变身者是那个五代雄介，个性就是一个很主角的个性，就是那种勇往直前、永不放弃、善良，我要为全部的人带来笑容。对，他就是一个降正派的一个角色。那他的世界怎样，还有他的设定怎么样呢？下一次再说。不然我酷嘎的影片会没有地方放，而且我还要讲但是我酷嘎也没有很了解，所以我会跟我更不熟的阿基头一起说。阿基头我只会说他的腰带的样子、变身，还有，我连变身者都不认识。那个阿基头我连变身者都不认识啊，反正就是酷嘎的变身，首先就是腰带呢，你要这样子用的自己腰这边腰带才会出来。对，莫名其妙。然后这样，很那种昭和的感觉。然后手朝到另一边去，然后再这样，这边就有个按钮。然后第一集的时候是就是我来演示一下第一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一边揍，然后一边一边揍，然后一边身体慢慢跑出来，这样。这是酷嘎的第一集的变身。那酷嘎第一集变身的他的那个低叉腰带呢是没有用这个音效的，所以如果要买的话，要玩到这个音效的话，就只能去买 CSM 的腰带。那你们可以去 PB 商店购买。但好，我先声明，没有业配。没有业配，不可能有业配。反正就是你们可以去 PB 上面购买，对，很坑，而且要花很多钱。没有，忘带，对不起。反正就是如果你们要买一些限定的模型，或者是想要买一些限定的腰带，就可以去那边买。好，也算是帮他们免费工商了。但是我还没有去 PB 商店买过东西，因为第一点太贵了，它的价格是比原本的那种你去市面上买的那种都还要再贵。而且是贵，对，都是贵很多。那我还是，但有些其实它那个才是真正的原定价。其实后来那些到那种拍卖商，到那种实体店面卖的都是降价过后的价格。那我真的是还是没有，虽然是这样讲啊，但我还是没有去过 PB 班代商店。那我什么时候会去的话，应该是等 Decade 的腰带再次复出的时候吧。就是品红那个腰带，我真的有点蛮想要买的啦。可是我爸应该死都不会让我买。好，那 The Endo 的介绍就是到这边，因为 The Endo 我真的不能介绍什么所以我就只好加个酷嘎进来，加一点点酷嘎啦进来这样。那就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酷嘎偏见。拜拜啊！当然，这个系列不可能一直播嘛，我还是会播其他东西的。拜拜。